我闯祸了，满宫都知道沈常在跪在长春宫正殿，举着个食盒对到丽贵妃面前，据说当时丽贵妃的脸都绿了。沈常在，满宫都传你不务正业，整日窝灶房捣鼓杂食，衣衫污秽便进谏主妃，你眼里还有公规尊卑？他话音未落，我半点不怕受罚，只急得心口发紧。盒里冰淇淋是我拉着宫女太监轮番搅拌1小时才做出的绵密奶糕，殿中暖意烘的冰霜飞速消融，再耽个片刻，乃至分层出油，好好一份甜品直接报废。于旁人，冲撞贵妃是大祸，于我这个厨痴，糟蹋美食才是天塌大事。我顾不上行完整理，膝盖蹭着地砖往前一凑，举着食盒对到他跟前，急得声音发颤。娘娘先别熏，快尝一口，再晚就没法吃了。殿内宫人瞬间屏住呼吸，埋头不敢作声。谁也没见过低位嫔妃敢打断贵妃训话，还用吃食堵她口舌。丽贵妃一脸错愕，斥责卡在喉咙，半天说不出话。我掀开盒盖，白茫茫寒气涌出来，奶香混着樱桃酸甜四散开来。碗中奶糕细腻如云，全无宫中冰酪扎嘴的粗冰茶，模样新奇少见。这叫冰激凌，民间独有冰奶小点，不好吃任凭娘娘责罚。我跪在地上，两眼发亮，活像街边兜售特色小吃的小贩。丽贵妃被寒气熏得微微后躲，好奇心却驱使她命我把碗递来。她捏起银勺浅尝一口，持勺的手骤然顿住，冰凉奶香绵滑入喉，樱桃微酸恰好解腻，远胜宫里粗制冰品。她面上依旧端着金傲，手上却一勺接一勺，片刻就见了碗底。放下银勺，她故作平淡偏过头，勉强入口罢了，算不上珍馐。我顺势附和。丽贵妃抬眼诧异，这吃食竟是你亲手做的。回娘娘，嫔妾无心后宫纷争，只痴迷钻研厨艺。我本是民间入选，不求圣宠高位，只求灶台安稳，可住处狭小，缺兵少厨具，只能靠点心换些便利。我刚说完，丽贵妃眉头一锁，满是审视。你费尽心思做新奇吃食讨好本宫，是想借我博取皇上欢心争宠？我慌忙摆手，生怕被安上争宠的名头。娘娘，长春宫的冰戒能不能借我长期使用？丽贵妃怔了3秒，满脸难以置信。你费心做独一份冰食讨好我，不求赏赐，不求恩宠，就只为借一个存冰柜子？娘娘，你想啊，我这冰激凌往后做好了，就可以放在冰鉴里，不怕放化，随取随吃。而且我还会许多别的，冷香果子茶、酒酿冰醉虾，乃是用特制的醉卤汁在冰鉴中腌制才能制成，以陈年醉卤酒腌冰镇，可去腥抑菌，食之温润无碍。到时候若是放在冰鉴里，娘娘愿意尝，那也方便。丽贵妃被我说的愣神，手里的冰淇淋吃的只剩一小半，半晌才看似勉强的摆手。罢了，本宫不是小气的人，长春宫的冰鉴你可以用。谢谢娘娘。我立刻直起腰，又赶紧低头。她嗯了一声，又顿了顿。那个沈常在，你说的那个醉虾是什么？她似乎有些不好意思，偏过头去，我瞧见她耳尖都有些微红。酒酿冰醉虾乃是用特制的醉卤汁在冰鉴中腌制才能制成。那我明天做这个。我打量着她，试探着说。丽贵妃满意地点了点头。但是娘娘，我只是个常在，还用不起虾。她捂着额头叹了口气。行了，本宫赏你一筐。还有，下次把自己收拾干净了再来。我欢天喜地答应了。冰鉴有了，虾有了，我的小膳房扩张指日可待。回去以后，我照例在灶房研制吃食。酒酿是前2天开始发的，我用糯米自己蒸的，兑了凉白开和酒曲，现在掀开盖子，已经能闻到淡淡的甜酒香了。我看着一筐新鲜青虾感叹，丽贵妃看着不好说话，但还挺大方啊。我把虾剪了须，煮到刚断生就捞出来过凉水，拿花雕酒、生抽、冰糖、话梅和姜片调了醉卤汁，把虾一只只码进去，封好口，塞进瓦罐。院门没关，外头突然来了一个陌生的宫女。沈常在安好，奴婢是皇后娘娘宫里的，娘娘说得闲想请常在去永行宫坐坐。我放下手里的瓦罐，擦了擦手。娘娘可说了是什么事？娘娘没说，只交代奴婢传话。行，劳烦转告皇后娘娘，午膳时我过去。皇后的宫女走了，我的宫女春无急了。小主，皇后和丽贵妃一向不和，怕是听说了今日的事，皇后娘娘要敲打您呢。
我叹了口气，敲打我做什么？我连皇上的面都没见过。不过既然要去见皇后，就给人家留个好印象吧。兴许人家一高兴，也跟丽贵妃一样赏点什么呢？还是只求宫中安稳度日？我倒没多想，却没想到丽贵妃比我还重视此事。丽贵妃坐在轿上，趾高气扬。皇后叫你去，无非是愿对本宫。本宫跟你一起去。本宫倒要看看她能你手上提着什么？我举了下手里的食盒。菜啊！丽贵妃瞪我一眼。你倒没给本宫送过菜，就想着巴结皇后。我挠了挠头。这不是午膳点吗？我寻思去都去了，给皇后炒俩菜。娘娘您要去的话，咱就一起吃呗，加双筷子的事儿。丽贵妃看着我，看了半天，然后干脆翻了个白眼，不搭理我了。到了皇后跟前，我规规矩矩跪下行礼。余光里，丽贵妃只弯了弯膝盖就直起来了，下巴照旧抬着，但没说话。皇后只看了看她。丽贵妃怎么也有空过来了？丽贵妃敛了一身傲气，侧身落座，轻声笑道：“臣妾贸然前来，不知皇后娘娘可容我小坐片刻？”皇后端起茶盏，重新抿了一口，把视线转向我。丽贵妃有心，本宫自然高兴。沈常在，起来吧，不必跪着。我站起来，往前走了2步，把食盒放在她手边的小几上，掀开盖。娘娘，嫔妾顺手做了点小食。头一道是个白瓷盘，里面盛着细如发丝、油亮亮的炒菜丝，掺着几段红辣椒和翠绿的葱段，清爽利落。回娘娘，这是洋芋，民间俗称宫中换黄薯，只是臣妾把它切了丝，用醋和干辣椒炝了个锅，脆得很。第二道是一碟码得整整齐齐的虾，背脊剖开，嵌着金黄色的碎末，蒜香裹着一股奶甜气。最后是2盏盖碗，还未打开。这是什么？皇后指着那盘细丝，眉心微动。皇后迟疑了一下，还是夹了一块，酸辣清冽，脆生生的，比最好的拌菜还爽口。她没说话，又夹了一块。第2道虾，她咬了一口，眉头微微挑起。这上面抹的是何物？是酥油。臣妾跟御膳房讨了一丁点儿，混着蒜末抹在虾背上，用小火慢慢焗的。丽贵妃听到这里，又瞪了我一眼，我赶紧坐直。这虾还是贵妃娘娘新膳赏的呢，多亏了贵妃娘娘。丽贵妃这才轻哼一声，拿起筷子。皇后只抬了下眉，没理会这句话，又看向那盖碗。这又是什么？我立刻站起来。娘娘请稍等片刻。我把其中1碗热牛奶高高扬起，冲入提前备好的姜汁碗里，随后盖上盖子，盏盖揭开，原本的液体已经凝成了洁白嫩滑的固体。皇后用瓷勺轻轻一碰，颤巍巍的，竟自己凝住了。回皇后娘娘，这叫姜撞奶，有姜汁作辅，奶便可自凝。皇后舀了一勺放进嘴里，姜的微辣混着牛奶的甜润，温温热热的从喉咙滑下去。食材不新颖，但做法绝对是闻所未闻。沉默片刻，皇后端起茶盏抿了一口。往后做了新鲜吃食，也往本宫这里送一份来。我高兴又不高兴，这是对厨子最高的认可了，但我也有难处啊。皇后娘娘，嫔妾宫里实在没有那么多存粮。皇后慢条斯理的又舀一勺。丽贵妃不是赏了你虾吗？本宫又不是赏不得你，只是你得了赏，也得记住你的身份，记住你是谁。我立刻点头，眼睛都在发光。今天来这一趟又赚了。放心，我一定是最好的厨子。皇后猛呛了一下。本宫是说你是皇上的常在。我一愣。哦，第一次当嫔妃，差点忘了。丽贵妃在一旁悄悄吃了好几个虾，听到这里，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。等吃饱喝足，走出永寿宫，丽贵妃才突然一捶手心。哎呀，忘了。本宫不是去跟皇后呛嘴的吗？我愣愣地看着她。要不算了吧，皇后娘娘也忘了敲打我了。也是。从皇后宫里回来后，我反倒忙了起来。这醉虾送到贵妃娘娘那儿去。这雪棉豆沙是皇后爱吃的，上次隔壁答应送了个镯子，我得回礼做点什么呢？春武看着我在灶研制吃食打转，一脸焦急。小主，这都几天了，皇上从没来过小主这里。昨日皇上去了丽贵妃那儿，这么近，小主为什么不端些吃食去皇上面前露个脸？我要是突然冒出去跟他争宠，他不得撕了我？况且丽贵妃对我还挺好的，
我现在都用上长春宫的大厨房了。我只是想有个过日子的环境，可不想真宫斗啊！我一个厨子怎么可能斗得过后宫高位妃嫔？能像现在这样正常烹制吃食，还能换些馈赠，日子已经过得不错了。春无见劝说不动，只能靠着门叹气。这满后宫只有小主一心烹制吃食了。这会儿，院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轻轻的脚步声，女子穿得很素净。沈常在，我赶紧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。如妃娘娘，我只在请安时见过她，有次甜点做多了，也给送去了一份。淑妃不算受宠，性子安静，和我没怎么说过话，所以她突然站在我的灶房门前，我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，总不能也是来找我要吃的吧？淑妃似乎看出我的疑惑，垂下眼。听闻沈常在擅长厨艺，本宫想请你教我做一样点心。我精神一振。娘娘想学什么？淑妃身后的宫女递来一张纸，上面画着一朵层层绽开的莲花。荷花酥。她顿了顿。本宫试过几次，总是做不好。我接过纸看了看，图画的十分细致，连每一层花瓣都标清楚了，可见是认真研究过的。这个不难，就是开酥麻烦些。娘娘若不急，我现在就能教。淑妃眼里掠过一丝意外。你不问本宫为何要学？做点心还要问缘由。我转身去翻面粉。你想学，我愿教，这不就成了吗？淑妃怔了一下，唇角轻轻弯起来。好。我先将面粉分成2份，一份揉成水油皮，一份拿酥油合成油酥。淑妃坐在小屋子上，低着头学得很认真。她话少，手却稳，除了揉面的力气小些，竟没出什么差错。我正准备教她包酥，门口忽然传来脚步声。今日许你不见，原是淑妃妹妹先来研习点心了。丽贵妃扶着宫女的手走进来，目光先落在淑妃脸上，又慢慢移到她手里的面团上。淑妃平日不是最清静吗？怎么突然想起学厨艺了？闲来无事。是吗？丽贵妃扬起眉。那这点心打算做给谁吃？灶房里顿时安静下来，春武站在旁边，大气都不敢出。我低头看了看面团，这怎么又扯到争宠上去了？难道后宫的点心不能自用，每一份都要牵扯往来心思？丽贵妃瞥我一眼。沈常在，你倒是不挑人。我挠了挠头。贵妃娘娘怕她借此争宠。丽贵妃哼了一声。那好吧，淑妃娘娘一个人学也是学，2个人也是学，你也学，不就不怕她争宠了吗？丽贵妃看着我，难以置信。你让本宫亲自动手，你以后也可以亲手制点心呈给陛下。丽贵妃眼神一动，我趁热打铁。淑妃娘娘已经学得爆脱了。丽贵妃立刻坐下。愣着干什么？过来。我就知道对付好胜的人，激将法永远好用。丽贵妃身上的衣裳太华贵，我怕沾上油，亲手替她系好围裙，又叫春无端来一盆清水。她洗净手，十分嫌弃地捏了一下面团，黏糊糊的。娘娘，揉匀就不黏了。本宫知道。淑妃的面皮已经卷好，正一只只分剂子，每个剂子大小几乎一样，整整齐齐地摆在案板上。好不容易把2盘荷花酥都下了锅，点心在温油里慢慢舒展开来，外层酥皮一瓣瓣翻起，露出里面淡粉色的内层，果真像2盘出绽的荷花。淑妃那盘花瓣秀气，层次匀称，丽贵妃那盘有大有小，其中一只还炸得格外奔放，但颜色更金黄些，闻起来酥香浓郁。出锅以后，我撒上一层细糖，丽贵妃拿起自己做的最好的一只，又看了看淑妃那盘。沈常在，谁做得好？淑妃也抬眼看我，请沈常在直言。我的笑容僵在脸上，这般两难，实在难以周全。我低头认真观察2盘点心，试图找出一种两边都不得罪的说法。贵妃娘娘这一盘色泽金黄，酥皮蓬松；淑妃娘娘这一盘形状雅致，层次齐整。所以呢？2个人一同看着我，我额头上开始冒汗。所以各有千秋。我左看右看，突然福至心灵，这都是我教的，我来评不公正。依嫔妾看，不如请皇后娘娘评判。皇后娘娘见多识广，又向来公允，一定能选出最好的一盘。丽贵妃顿了顿，淑妃也沉默了。我悄悄松了口气，皇后娘娘，对不住了，
嫔妾眼界浅薄，不敢妄断高下，还请皇后娘娘公允评判。皇后看着摆在面前的2盘荷花酥，又看看站在一旁努力降低存在感的我，久久没有说话。所以你们3个来本宫这里，就是为了让本宫评点心？是。有劳皇后娘娘。皇后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我低下头，假装没看见。皇后左右看了看，各自拿起一个，然后擦了擦指尖。淑妃胜在行，贵妃胜在位，谁赢？丽贵妃追问。各有长处。我一听这话，立刻低下头。丽贵妃显然不满意。皇后娘娘不是最公允吗？皇后慢慢抬眼看我。那也是沈常在说的。我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。淑妃忽然开口：既然是点心，自然该以味道为先。今日应当是贵妃娘娘做得更好。丽贵妃一怔：你认输？娘娘火候掌握的比臣妾好，臣妾自然认。淑妃语气平静，不见半分不甘。丽贵妃盯着她看了半晌，忽然别过脸：不过是本宫第一次做，没什么值得夸的。你这个也还算能入口。多谢娘娘。淑妃眼里浮出一点笑。我坐在旁边，看得十分欣慰。一袭珍馐，最能消去彼此隔阂。照这般光景，后宫倒少了诸多纷扰，多了几分烟火温情。我静心烹制膳食的心愿近在眼前。皇后又尝了一块，像是随口问：淑妃怎么突然想学荷花酥？淑妃安静片刻：再过2日是家父的忌日，臣妾家乡的荷花酥最负盛名，也是家父生前最爱的点心。宫中有禁令，不可燃纸钱祭拜，臣妾便亲手制荷花酥，于偏室设静案遥祭哀思。我一怔，后宫的女子连缅怀至亲都要手里含蓄。丽贵妃也沉默了，然后把自己那一盘也推了过去，偏过头：不过1盘酥，早说就是。皇后命人重新上了茶，一屋子人围着2盘荷花酥，你尝一块，我尝一块，竟比平日宫宴还热闹。皇后和丽贵妃说不了几句就要拌几句嘴。皇后娘娘好算计，吃了这么多也不肯评个胜负。哼，贵妃妹妹不愿，那本宫不吃你的了。那不行，依本宫看，还是沈长怪评判才好。丽贵妃闻言又立刻转向我，我没忍住笑起来。淑妃唇边也有了浅浅的笑意，直到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声音：皇后宫里今日有宴。忽然所有人都不说话了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慢慢回过头，门口站着一个身形颀长的男人，他穿着玄色长服，眉目冷峻。而此时丽贵妃拉着我的袖子，淑妃把荷花酥往我这推，皇后含笑看着我，夹在中间，局促不安。我们慌慌张张散开，我连滚带爬的跪下行礼。皇上面色古怪的看着我：怪不得连贵妃都不去御花园了，朕竟不知这妃嫔是给你纳的。嫔妾不敢。我只能缩在原地陪笑。皇上来了，怎么没人通报一声？朕听你这儿热闹，没让他们打扰。你们今日怎么聚在一起？丽贵妃最先起身，挨近皇上身旁，语气柔婉：臣妾和淑妃今日跟着沈常在学做了些点心，特意来请皇后品评高虾呢。皇上有点惊讶地抬起眉，往桌上一看，荷花酥已经吃完，只剩盘底碎屑。丽贵妃又连忙补充：臣妾们本想练熟之后做给陛下品尝，没想到今日恰巧遇上。皇上又看向淑妃：你平日里素来喜静，今日怎会凑在一处？淑妃面色如常：回皇上，臣妾清静久了，偶尔也想与姐妹们闲话片刻。皇后又叫人上新茶，皇上这才转头看向我：你是新晋常在？我下意识站直了，又低头：是。他们都跟着你制点心？是。这么说来，你的厨艺应当不俗。我心里一紧：回皇上，嫔妾只是略懂几分烹制之法。若只是粗浅手艺，怎会引得2位妃嫔前来请教？皇上慢条斯理的落座：朕本是来与皇后一同用午膳。我一愣，抬眼瞧见皇后悄悄地来一个眼色，我试探着开口：
那嫔妾去后厨添2道小菜。皇上颔首，简单几样便可。皇后立刻抬手吩咐宫女带我去侧小厨房取用食材，我连忙跟着工人退出去。宫中宴席礼法周全，但凡弄错食材冲撞长辈，便是失礼，还会连累工人一同受责。但是已至此，我只能稳下心神入厨。我跟着工人清点食材，心中有了主意：取整只嫩鸡冰水进凉丝肉，淋热油鸡香葱姜酱汁，鲜黄瓜拍碎，调酸甜椒汁开胃，再取冰库雪梨搭配冰糖慢炖甜汤。菜肴逐一做好，先行传进殿中，我守着篱中慢炖，炖妥后方才端着走入正殿。殿内案上餐盘大半空着，手撕鸡只剩骨头，凉拌黄瓜也见了底。皇上独坐主位，丽贵妃紧挨身侧，正轻声同他闲谈。皇后静坐另一侧饮茶，淑妃静立窗边兰草旁，静静听着殿内言语。我端着篱中立在门边，一时不知如何上前。还是皇后身旁宫女轻咳提醒，皇上转过头，目光落在我与篱中之上。端过来。我快步上前，将玉盅轻放在他手边，退后半步垂手。皇上取银勺舀起一勺梨肉细细品尝，未曾夸赞，却反复舀取数次。丽贵妃凑近看玉盅，出声询问：你怎知陛下爱食梨羹？我冷汗微冒，老实回话：回娘娘，嫔妾并不知晓，只是饭后炖一碗甜汤解腻罢了。恰好冰库存了雪梨。此话一出，丽贵妃眉间紧绷的神色松了几分，只是嘴角微微抽动。皇上喝完梨汤，放下银匙，开口问我：你一身厨艺师从何人？我早备好说辞。回皇上，臣女居家之时，家母擅长烹制吃食，自幼随她学习。皇上嗯了一声。沈常在。嫔妾在。你这院落最多能容几人同坐？回皇上，挤一挤可坐4人，若是来客多，便要添置木凳。朕回御书房，你们不必相送。你这院落太小，改日令内务府扩建一番。我愣在原地，丽贵妃一把团扇拍在桌上。皇上这话是何用意？皇后放下茶盏，淡淡看向我。沈常在，陛下想来是打算时常去你院中用膳。淑妃也转过身，眼中带着几分讶异好奇。我张了张嘴，嫔实在不知。陛下特意提扩建院落，你怎会不知？娘娘，扩建院落是否需要嫔自掏分力？丽贵妃一时语塞，瞪大双眼。皇后忍不住轻笑出声。最后我终究没能扩建院落。我有心扩建，奈何囊中羞涩。平日里各类赏赐大多换成新鲜食材，库房余银不多。一日皇上前来，望着狭小木桌，微微蹙眉。朕吩咐内务府扩院，你反倒只换了一张木桌。我搓着围裙回话：皇上，嫔每月分利有限，无力承担修缮开销。分利与赏赐，你尽数用在何处？我指了指后厨方向，常托膳房管事通融，多匀一些酥与我使用。话说一半，骤然顿住，方才失言。皇上望着我，肩头微微颤动，似是忍笑。沈常在，宫中修缮皆走内务府公账，朕已然发话，他们不敢推我。我一时怔住。罢了，朕今日只是闲来坐坐，你继续烹制食便可。我挠头应下，折返后厨。贴身宫女春无满脸焦急。小主，陛下难得前来，您怎还一心守着灶台？我耸肩。可陛下分明是来看您，反倒只将您当作掌厨之人。无妨，能凭一技之长立足，亦是幸事。我低头看着锅中食材，我本就擅长烹制膳食，身在后宫，无论以妃嫔身份相伴，还是以厨艺相待，只要有用便能安稳度日。先将菜肴备好送过去。今日以酥油煎嫩牛肉、桂花糖藕做甜品，主食煮酸面片，另外单独盛出一份送去长春宫给丽贵妃。我一边揉面拉扯薄面片，一边暗自思忖，往日这个时辰丽贵妃都会前来，今日陛下在此，她不便贸然登门，想来心中难免不快。装好时和差工人送去。皇上抬眼望来，盒中是何物？回皇上，一份面片赠与贵妃娘娘。你们平日里常一同用膳，她不曾为难你？从未。贵妃娘娘看似威严，心底十分和善。皇上持筷慢夹菜肴，口中吃食不断，
甚少夸赞滋味。于我而言，能让陛下安心用膳，胜过万千称赞。待一碗面片连汤汁尽数喝完，皇上方才开口：“沈常在，你的厨艺着实出众，谢陛下谬赞。前些时日忙于朝务，少有顾忌于你，心中可有想要之物？”心中想要之物不少。皇上微眯双眼，说来听听。我据实一一诉说。酥油存量不足，浅锅不便烹制多人餐食，菜刀钝了，灶台缺少置物木架。话音渐低，只因皇上一直静静望着我。若是不便，只换一口锅也好。皇上沉默片刻，肩头轻颤，抬手掩住嘴角笑意。寻常妃嫔定会求赏赐、求晋升，唯独你只惦记厨具。我这才明白他方才意在试探，低头望着围裙上点点油渍，老实回话：嫔别无他求，只是真心想要一口合用的锅。皇上放下碗筷起身，朕知晓了。见陛下起身欲走，我连忙取一食盒，内盛酒酿桂花松饼。陛下披扎着腹中饥饿时，可垫几块点心。他低头看了看朴素木盒，伸手接过。没过几日，皇上身边福公公捧着明皇圣旨前来传旨：思儿沈氏，秉性柔佳，持功殊甚，今册封而为贵人，钦此。沈贵人，恭喜了。我跪地接旨，半晌才起身。福公公又递来一张薄纸，上面逐条写着陛下饮食忌讳：不食羊肉，不喜盐虽，汤品不可过咸，面条须筋道，甜食少酸。我指尖微微发颤，陛下竟特意记下我的膳食安排。前日贵人赠予的松饼，陛下议事之时取出，诸位大臣都被香气勾得分心，陛下心中十分高兴，特进您位分。我忍不住弯起唇角。福公公压低声音：立秋宫宴将至，由皇后统筹，陛下特意吩咐准许贵人添2道自创菜品，人手食材不足，可令御膳房调拨。立秋宴乃是1年之中最盛大宴席，不知陛下可有指定菜式？陛下只说由贵人自行定夺。我心中暗自思忖，宫中宴饮容不得半分差池，需事事周全妥当。劳公公取一碗奶冻解暑。福公公喜滋滋接过离去。小主晋升贵人啦！春无蹲在一旁，满眼欢喜。我无暇欣喜，满脑子都是宫宴各类忌口与菜式。私下烹制只需适口，宫宴却要顾及太后、太妃各位妃嫔忌讳，若是食材搭配不妥，引得太后、太妃不适，便是失礼之举。春午，蒸一碟糯米糕。我去永寿宫请教皇后娘娘宫宴规矩。抵达永寿，皇后见我前来，并不意外。刚进贵人，便是来谢恩的。我放下点心，如实相告，想请教立秋宴规制，怕捧制菜肴失礼。皇后取册子翻阅，一一告知：时令莲藕灵鸭为主，太后忌羊肉，丽贵妃忌食螃蟹，年长太妃忌辛辣。我取纸笔逐条记录。皇后娘娘竟记得所有人忌讳。身为中宫，这本就是分内之事，往年只有本宫一人操持，今年多你分担，倒是省心不少。不过是多一人掌勺，分担膳房辛劳罢了。皇后按住额头失笑，这话倒是新奇。距离立秋宴还有数日，我日日去往永寿小厨房试做菜品，我的狭小灶房也一并修缮，长春宫的旧灶同步翻新。丽贵妃每日都随我一同前去。陛下近来常去你院中。我一边清洗莲藕一边回话：只前来用膳，入夜便回御书房。昨夜陛下可是留宿你院中？不过宵夜小坐，用完酒便离去，我也要歇息。沈贵人，本宫实在看不懂你。我只求3餐安稳，好友相伴，粗茶淡饭足矣，好好用膳才是头等要事。本宫来帮你切藕。我连忙递刀，藕切厚片，稍后酿肉馅儿。他下刀不稳，好几块厚薄不均，随手搁置一旁，重新取藕切片。不多时，淑妃提着自制桂花蜜前来，将瓦罐放在案板，顺手修整丽贵妃切坏的藕片，码放整齐。丽贵妃见状轻哼一声，却未动怒。3人挤在狭小灶房，各司其职，听菜刀笃笃作响，心中难得安稳。皇后最后赶来，静坐窗边饮茶，指点我们烹制要点：菱角不可久煮，
鸭肉去腥，多放姜片。丽贵妃小声反驳：坐着指点自然轻松。往年筹备宴席，你尚不懂何为厨师。丽贵妃一时语塞，狠狠一刀剁在藕上。陆续有个公工人送来莲子、鲜鱼、瓜果等食材，皆是个非赠与。丽贵妃一愣，唯独本宫空手而来。娘娘不必费心，我连忙劝阻。皇后望着灶前景象，轻声感慨：后宫许久这般和睦，众人皆念你捧制的吃食，才愿意往来。我垂头，只是做多了分与大家，放着也是浪费。丽贵妃提醒我少多言，我乖乖点头，不再多话。立秋宴当日，永寿大殿铺设数十张案几，我在后殿备膳间备好莲藕酿肉、灵烩鸭、桂花杏仁酪，方才整理衣饰入席。太后端坐主位，陛下、皇后分列两侧，丽贵妃居首席。我端杏仁酪上前，桂花清甜四散。太后抬眼看来，此为何物？回太后，桂花杏仁糕，冰过回温，凉而不伤脾胃。太后夹一块莲藕酿细嚼，微微颔首，软浪和哀家牙口。全程不曾多言，筷箸却未停下，又饮半碗杏仁酪，擦拭唇边奶沫之时，太后看向我：你便是那日做姜撞奶的沈氏？是嫔妾。此女厨艺绝佳，往后常令她送点心至慈宁宫。陛下含笑应允。沈贵人，往后多往慈宁宫走动。陛下举杯敬太后，随即开口：沈贵人操持秋宴，辅食周全，心性温和，常以吃食调和后宫和睦，有功于内廷，晋为嫔，赐称浩安。即日迁居中翠村主殿，内务府报备皇后之后，拓宽院落。我手中端蒸鱼托盘，手臂一颤，福公公快步上前扶住托盘。安嫔娘娘稳住。安嫔，蒙太后陛下垂爱，得以常操膳食，这份机缘实属难得。宴散后，众妃簇拥我出宫，丽贵妃凑近低声，隐隐有几分骄傲。还算顺气。福公公缓步走入中翠宫，躬身传旨：安嫔娘娘，陛下传你即刻前往养心殿，商议立秋宫宴膳品调度诸事。我手中菜谱一松，连忙整理衣衫随行。入宫以来，陛下极少单独召我商议膳房事宜，想来是宫宴细节需敲定。春舞取藕荷色素衣，素银簪为我整理仪容。觐见陛下，仪容需端庄得体。41刻，福公公引我至养心东暖阁，陛下伏案批阅，见我到来，放下朱笔，抬眼打量，衣着素净。繁复衣饰妨碍捧制吃食，平日甚少华服。平日不碰制之时，也这般朴素。日日都要入膳房操持。陛下轻笑，坐。抬手指一旁坐榻，我依礼落座，隔矮即与陛下相对。朕仍记得你那句“好好用膳方是人间头等事”，不过随口所想。此言实在。陛下晚间可用过膳食？我顺势询问。御膳宴席菜沉重，全无有口。嫔去煮一碗面片。陛下含笑颔首。养心殿小厨具齐全，我取挂面、鲜蛋、高汤煮一碗清汤面，端回殿中。陛下举筷细品，连汤饮尽。寻常妃嫔得朕单独召见，或是拘谨，或是刻意封印，唯独你一心惦记吃食。人空腹难言心血，饱腹方能闲谈。收拾碗筷时，他望着窗外出神，开口谈及往日御膳老嬷嬷所做糖醋排骨，如今无人复刻。我报出烹制法子：肋排冷水浸泡去血，姜片黄酒焯水，糖醋调味取醋2分，糖1分，慢火收浓酱汁，老抽上色，生抽提鲜。陛下取宣旨令我写下完整方子收好，明日令御膳尝试。陛下若想吃，嫔可亲自手锅烹制。他指尖轻扣折子，笑道：你待朕坦荡纯粹，寻常不会轻易交出私传世事法子。我委屈道：是陛下主动索要，旁人我不会轻易相授。不多时，值守内侍入内启奏宫门即将落锁。你且回宫。我起身整理衣摆。陛下深夜若腹中饥饿，可传宫人唤我。朕知晓。2名内侍持灯笼护送我返回中翠宫。又过数日，我正在灶房揉面，春无匆匆持明黄绢帛跑来。主子，福公公来了。我擦净双手，跪地接旨。福公公宣读口谕：
往后宫中大小宴席，可传我入膳房协助改良菜式，御膳厨工，食材可临时听我调遣。宴席总辖之权依旧归内务府与皇后，我仅能从旁辅佐。福公公笑道：陛下不让你日日去御膳当差，只是需要人手食材，尽可吩咐。中翠东侧2间空屋打通做专属大膳房，厨具一应俱全。原先的小膳房如何处置？陛下原话，那处小膳房烟火气足，留着你与众姐妹闲时捧制点心小聚。内务府工匠前来丈量尺寸，我吩咐造双灶，宽案板，高置物架。半月后新膳完工，陛下初次前来视察。此处器具齐全，只是少一处多层木架存放各类点心食材，改日令内务府添置。全凭陛下安排便是。他落座长按。今日做何菜？糖醋排骨。我起锅焯水，炒糖色慢焖，酸甜香气布满整间膳房。出锅盛小碗递与陛下，他接连13块，连酱汁都蘸尽，空碗内干干净净。往后朕得空便来此处用膳。陛下无暇之时，我可做好送诏养心殿。前些年忙于朝政，从未安心用一顿家常饭，如今倒是有了一处舒心之地。目送陛下离去，我耸肩浅笑，潜心烹制膳食，宽慰众人，少无畏纷争，便是舒心安分的日子。如今衣食无忧，已然知足。灶内余温未散，酸甜香气萦绕不散。片刻，门外传来丽贵妃风风火火的声音：这般香甜，安嫔又研制何种点心？快端来我尝尝。怎不穿本宫赠予蜀锦衣裙？中翠宫新膳房落成后，我接连几日研制秋季时令糕点：桂花酥、栗子糕、百合莲蓉卷，一式2份，一份送慈宁宫，一份送养心殿。太后尝了桂花酥，特意差人赏了一对玉镯。陛下那边每日食盒都见了底。这日正揉栗子泥，春无来报御膳房刘总管求见。刘总管年过50旬，见了我也恭敬作揖，说手下几个徒弟想跟我学开酥功夫。我笑了。午后过来，我得空便教半个时辰。刘总管大喜，临走又回头说太后明日想用一道酸甜开胃的吃食，我应下山楂糕。刘总管走后春无嘀咕：主子大方，手艺往外教，教了不会少块肉。御膳房吃食好了，大家高兴。次日山楂糕送进慈宁宫，太后用了大半碟，传话夸我用心。午后刘总管派来3个小徒弟，手上茧子厚，一看就是常年蹲灶的。我教他们荷花酥，一个叫小顺子的揉面多加了些水，面团稀得不成形，急得快哭了。我递了干粉，不急，错了就补，补不了就重来。他红着眼重揉，第2回顺当许多。正教包酥，高嬷嬷端来一碟桂花糕，说太后让我和徒弟们垫肚子。我连忙谢。高嬷嬷看了看案板上的生坯，点头说太后若知我这般用心教人，定会高兴。送走高嬷嬷，小顺子红着眼问我为何对他们这样好。我把油酥分给他，笑着拍了拍他肩：在灶上不分尊卑，谁把菜做好吃了，谁就了不起。自荷花酥教习之后，御膳房点心手艺日精，宫中膳食皆比从前可口。太后高兴，又赏了几匹料子，皇后也赞膳食品质大进。秋末1日，陛下批完奏折来用晚膳，我端上陈皮鸭，他尝了2块，忽然放下筷子看我：朕登基这些年，人人都在争，唯独你只顾灶上烟火。朕原以为你不懂，后来才明白，你比谁都看得清楚。朕许你一道旨意，往后无论位分如何，你只管安心做你爱做的事，旁的朕替你挡着。窗外秋风拂动铜铃，我跪下去叩首，心里暖得像灶堂渔火。此后多年，中翠宫膳房烟火不断，每逢节令总有个宫妃嫔提食材来学1-2道菜。我守在灶前，看着锅里咕嘟的汤羹，此生所求不过3餐安稳，故人常伴，灶火不息。